Hello，大家好，我是 Helen。今天这一幅水彩呢，是一幅静物画。我画的是两个橙子，是橘红色搭配边上的绿色的叶子，我觉得还挺喜庆的。在网上有很多人画这种近景的水果，由于是近景，所以你会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细节，包括光线造成的阴影、叶子的叶脉、水果的表皮的状态都会表现出来。就像达芬奇画鸡蛋一样，水果的基本形状是最简单的圆形、椭圆形，稍微有一点点变化。您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呢，可以从画水果这种简单的形状的物体开始画起。您可以看到这里呢，我用的参考图片是我用手机照下来的院子里的一棵橙子树上的一个局部。那这两个橙子呢是靠在一起的，也就是两个圆形。光源的来源是外部右上方的位置，阴影最重的地方是两个橙子的交接处。按照这个最基本的原理，我画出来的线稿是这样的，并没有标出很多的明暗。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调一下橙子会用到的一些黄色和橙色。那看我的调色盘上面，从浅到深的黄色，我依次呢会放到这个调色盘上。那有的时候呢，我会用黄色加上这个相近的橙色来调一个比较浅一些的橙色。其实越多的颜色你能够调出来，那么你的画就会越真实。这个橙子高光的部分呢就比较偏黄一些，阴影部分的话呢，越重的阴影就会越偏红一些。好，那我就先从这个橙子阴影最重的地方偏红的部位开始给这个橙子上色。你能看到我首先呢会蘸比较多一些的颜料，然后呢把它放在阴影最重的地方，然后逐渐的加水，在这个颜料的边缘位置，我想把它晕染开变浅，逐渐变浅的部位逐渐的加水。在线稿上呢，我刻意留出来了一些小的不会上色的一些地方，所以在晕染的时候我也会刻意避开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呢是为了橙子的真实性，它那个橙子表皮并不是说是完全光滑的，它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地方，所以就好像是我们有的时候皮肤受伤会留下伤疤一样，这个橙子上也会有一些疤痕。如果你仔细看你的参考图片上橙子颜色的逐渐变化，它是有规律的，因为它是一个球形，所以呢从明暗变化上来讲呢，也是遵循一个球形的这种颜色的过渡规律。一般来讲，它的颜色过渡不会是一个很尖锐的这样一个边缘，除非是叶子造成的。现在呢，你就能够看到你调出的各种不同程度的黄色和橙色，都会让它的颜色过渡更加的自然。现在呢，我用比较深的红色或者比较深的橙色来加深橙子的边缘，因为这个橙子呢是我们整幅画的一个视觉焦点，所以呢它的边缘的清晰度就决定了这两个橙子的清晰度。这里我用了更深一些的灰色甚至是黑色来做它的边缘，在描边的时候一定要用很细的笔触。好，现在呢我们就来调叶子的颜色，同样用我的所拥有的水彩里边所有的绿色都放到调色盘上，因为调色盘的底色是白色的，所以呢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每一种绿色的不同之处。我为了更好的有一个嫩绿的颜色，我会把其中的一种绿色呢添加一些黄色来调成一个黄绿色，来表示非常嫩的或者是叶子上面比较亮的部分，高光的部分。那对于叶子上面深色的这个部分呢，我喜欢添加一些蓝色。好，那现在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绿色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画叶子了。用水彩来画叶子，原则上是8个字：有深有浅，有虚有实。
一幅没有重点的水彩并不是一幅很好的作品，因为水彩呢，它由于它的特性是用水来把颜色晕染开，所以呢，你要想把这个特点完全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只是像工笔画一样把每一个细节都雕琢出来，用很细的线条来表现出所有的细节，就会失去水彩最重要的写意的效果。我觉得现在最流行的水彩画的画画的方式风格，属于是既真实，同时呢又比较虚幻，比较正式，同时又很随意。所以通俗的说，如果你想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那么视觉焦点的部分就是需要你很真实的来体现，需要很多细节来构成的地方。那不是视觉焦点的部分呢，就需要用一个很虚化的、很随意的这样一种方式，用水彩加很多的水去晕染开，来造成一个如梦似幻、朦朦胧胧的效果。同时，这种朦朦胧胧的效果呢，又可以把观众的视线集中在你想让他们的视线集中的地方。回到我现在画的这幅画，上面有很多的叶子，它们重重叠叠的，对周围的叶子和对两个橙子都会造成不同效果的阴影。那通过添加阴影，去添加一些比较暗的颜色到这幅画里边，会突出亮的部分。同时也会让这些叶子显得更有层次感，有些叶子是比较靠后的，有些叶子是比较靠前的。那我曾经就有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一个关于水彩的问题，就是叶子为什么这片叶子就是浅绿色，另外一片叶子就是深绿色呢？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有一些靠前的叶子，由于它受到的光更多一些，所以它的颜色就会更浅一些；而靠后的叶子，它受到阴影的影响就会更多，所以它的叶子的颜色就比较深。好，那现在我们很有耐心地画完了所有的叶子和橙子，那我们最后一步呢，就是给这一幅画去加一些高光的部分。像我之前的画一样，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白色的墨水笔，当然我使用的墨水笔呢是防水的墨水，你可以很容易的在网上或者是工艺品店里面去找到这样的笔。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两个橙子，看起来非常喜庆，很适合挂在墙上或者摆放在桌子上。好了，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